拿着 X 光片去香港，然后在上海、北京，然后都各个牙医院，然后都去挂号去看，都说要把，然后后来我朋友介绍就说有自体牙移植这个，所以在香港好像没有这样的技术然后最后在 YouTube 上找到吴医师。牙药宝找三宝。大家好，我是吴医师，这是金先生哈。金先生是哪里来？我以前在上海待了很多时间，然后后面在曼谷又待了很长时间。哦，就是这样子两地跑。对，在香港也待了很长时间。哦，那当初怎么会来我们诊所？因为我的水平智齿把大牙蛀了以后，然后去拍片，然后我最开始在曼谷的医院是。对，然后那医生就说要拔掉4颗牙，就是把大牙连第二大臼齿，就是它本来长第二大臼齿，然后还有个水平智齿，水平智齿因为太晚拔，造成前面那一个也蛀掉了。对，所以那时候曼谷的医生说4颗都要拔，两侧对称的，对，两侧对称的大牙要拔，除了水平智齿要拔，第二大臼齿也要拔。对，然后我就被吓到了，我说我就是蛀个牙。为什么要拔这么多？然后就拿着 X 光片去香港，然后在上海、北京，然后都各个牙医院，然后都去挂号去看。然后去那么多地方看。对，然后都说要把4颗，右边这颗可以做根管，左边这颗是保不住。一定保不住。然后后来我朋友介绍就说有自体牙移植这个，对，然后我也在那个北京和上海都问了，对，现在香港好像没有这样的技术然后最后在 YouTube 上找到吴医师，然后刚好我的智齿又是凶手，然后就让他来把我的取代，因为这样我们水平智齿我们不怕把它拔掉，我们怕的是太晚拔，我们怕的就是蛀牙是蛀到前面那一颗，这个是我们比较害怕的。水平智齿坏掉，我们就如果蛀掉，我们就拔掉就好了。可是如果它影响到别人的话，有时候就像金先生这样太晚拔，有时候有些医生就会跟你说就2颗一起拔一拔，因为后面那个蛀牙真的是不好补，也不好处理，对之后也不好。我们之前也有一个新加坡的患者，他是摩洛哥人，对，也是因为这样子，可是蛀牙没有金先生这么严重，所以我们选择用填补的方式，树脂填补的方式把它补起来。金先生是因为前面那一颗实在蛀太深了，蛀太大了，那刚好凶手并没有蛀。凶手就是智齿那一颗，并没有蛀，是完好如初的。所以，那时候跟金先生讨论之后，就想说，要不要把智齿取代前面那一颗好的、完整的牙齿来取代，这样子那时候还有配合那个干细胞。对，那个时候因为纯牙你怎么会知道这个部分的？对，储存牙髓干细胞的现在就北京和台北。然后刚好那北京的医师说一定要拔掉，这个保不住。然后在台北这次我非常满意，因为我右边的，然后其他地方说要做根管，然后在吴医师这里说，就帮我做了牙髓保存术，我现在目前用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没有做根管。所以右侧深层的蛀牙，我们就是使用牙髓保存术，就是把它保护好，树脂填补起来，先追踪看看现在用起来差不多半年追踪下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其实这颗比较特殊的是，我们是要先把智齿切掉一半之后的头去掉，再来补前面那一颗，补完之后再来把后面剩下的那一段。然后这个后面的那部分牙髓还存起来，把干细胞存起来。对，我们就一次之内我们拔了2侧的智齿还有前面那一颗蛀牙的部分左边下面前面那颗蛀牙的部分我也拿下来，所以我们总共存了2颗。对，本来是有一颗蛀牙是没有存就存了这颗和这颗然后这颗就是拔掉的那个蛀掉的那个大牙就存不起来了。那我们总共存了2颗牙髓干细胞的部分。
那时候后来的 data 量都 OK， 对 OK 的，挺好的那个。然后报告也是很好的，很棒了，也因为这个要配合那个训练嘛哈。对，台湾是训练，然后他们的业务也有来，然后我们就是赶快做冷冻处理，赶快去储存，业务也有来哈，赶快拔下来之后，趁着还活着，赶快去做细胞的培养跟淬炼这样子，很开心都可以帮季先生把干细胞都保留下来了，真的是一次治疗，干细胞也保存了，牙齿也保存了。牙齿也救活了，也救活了，对，真的是辛苦。那我记得是一个晚上嘛，哈，对，就辛苦那一个晚上，就该做的都做完了，就是等半年之后，我们看移植的自体牙移植那一颗，看起来状况都很好，我们再简单做个前体，然后恢复齿列的完整性，这样就结束治疗，当然，保留牙齿是第一步啦，哈。这是我们最主要、最讲求的部分，然后用好的设备、好的器械好的技术来帮金先生这样子达成，保留牙齿最重要的。感谢吴医师，真的是缘分啊！好，谢谢金先生的分享，谢谢金先生。牙药宝找三宝。